皇上，你亲额娘孝淑瑞皇后，当年并非死于病患，而是惨遭他杀。他杀？当今的皇太后，就是杀死孝淑瑞皇后的凶手。你认她做皇额娘，等于认贼作母。混账！皇太后岂会是杀朕额娘的人？当年钟粹宫失火，信妃已经葬身火海了，你为何要冒充信妃，在此胡言乱语？小卫子，立即将他拿下！住手！皇上，奴才经过多番印证，眼前这位，的确就是当年的信妃。钮祜禄一兰，你传通这个疯妇污蔑哀家，到底居心何在？依兰只想弄清真相。我说过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如果皇太后是清白的，又何须惧怕信太妃所说的话呢？朕命你立刻说个明白，拿出实据，否则朕立刻将你斩首。皇上，30年前，是奴才亲眼看见皇太后用金剪刺死你的亲额娘孝淑瑞皇后。如有半句谎言，负心定遭五雷轰顶，死无全尸。继续说。奴才当年与孝淑瑞皇后情同姐妹，当今的皇太后，当年只是皇贵妃，为了与孝淑瑞皇后争宠，明争暗斗，水火不容。那天，我知道孝淑瑞皇后气冲冲赶往皇太后的寝宫，奴才放心不下，于是赶过去看看。谁知奴才到了皇太后的寝宫门外，看见皇太后用金剪刺向孝淑瑞皇后。皇太后得知奴才目睹一切，要杀奴才灭口，火烧钟粹宫，并买通于御医，向外告知孝淑瑞皇后因病致死。奴才命不该绝。当年的小太监魏福安把容颜烧至尽毁的奴才救起，并将奴才藏起来，帮奴才治愈病患。皇上，奴才忍辱30年，就是要重返皇宫，向皇上亲自说明这件事的真相。够了！你这个疯妇，别在此风言风语污蔑哀家了。皇上，无凭无据的流言，万万不能相信啊！有人证岂会是污蔑？福安，你快告诉皇上，本宫说的全都是事实。回皇上，此女子并非信太妃，皇上不要听她胡言乱语啊！福安，皇上，奴才之前听过信太妃所说，也有所怀疑，但是经过一再查究，依兰也不能不相信信太妃所说都是事实。我要告诉当今皇上，他如今是认贼作母，因为当今的皇太后就是杀害他亲额娘的凶手。信太妃，实不相瞒，皇太后已经把当年发生的事和盘托出。她怎么会这么做？皇太后说，当年孝淑瑞皇后不断地对她威吓迫害，连年幼的绵姨都不放过。孝淑瑞皇后甚至带着利剪去她的寝宫，想伤害她，迫不得已，她才自卫杀人。这个毒妇竟然信口雌黄，颠倒是非。她这么做完全是想得到全皇贵妃的信任和同情。她真的说孝淑瑞皇后带着利剪加害于她？如果全皇贵妃想知道皇太后是否撒谎的话，烦请全皇贵妃去钟粹宫花园一趟，真相自有分晓。娘娘，就是这把金剪刺死朕的亲额娘。这把金剪，莫非就是当年嘉庆爷御赐给皇太后那把？金剪上面
刻有和妃的盒子，证明这把金剑确是皇太后所有，也证明皇太后之前对依兰所说的是谎话。皇上，其实当年于姨确认孝淑瑞皇后是被利器所杀，而非病死。她只是慑于皇太后的威吓，被逼将死因篡改。事后，于姨不甘被收买，于医书内暗藏真相，之后就连夜逃离皇宫。皇上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本宫30年未了的心愿，也终于可以达成。皇太后，朕的皇额娘，请你告诉朕，刚才朕所听到的，全都是假话，全都是谎言。就让哀家向大家交代清楚。30年前，心肠狠毒的孝淑瑞皇后忌惮绵姨聪颖，为了要让她的亲生儿明宁登上皇位，竟然对绵姨狠下毒手。小位子，拿去给绵姨。这我最爱吃的黄花鱼，快点拿过来！快点，快点拿过来给我吃！小妹子，你打翻了我的鱼！当年奴才看见年幼的大阿哥，感到稚子无辜，不忍心看见大阿哥吃下有毒的鱼啊。幸好当时有小卫子，绵姨才可以免遭毒手。但是当时的孝淑瑞皇后认为奴才坏她大事而迁怒奴才，要杀奴才灭口。奴才为求活命，就跑到翊坤宫向皇太后求救。皇太后让奴才躲藏在她的寝宫之内，但没想到孝淑瑞皇后跑去向皇太后要人。奴才恭请皇后娘娘金安。把那阉人交出来。宫中太监数千，不知道皇后娘娘想找谁？本宫要御膳房的小太监小卫子。回皇后娘娘，小卫子没来过翊坤宫。皇后娘娘为了个小太监这么扰攘，难道就不怕被人知道个中原委吗？知道又如何？皇上一定不会信你和那个阉人片面之词，你根本就奈何不了本宫。不服气啊！把小卫子交出来！你以为这次绵姨没事，他日就可以继承皇位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活不到那一天。你走开！我不会让你伤害绵姨的。后宫由本宫掌管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与本宫对抗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我连你这个贱人也毒死！我不会让你伤害绵姨的。你敢对本宫无礼！你休想！为了掩饰其罪行，派人捉拿本宫，不留活口。当晚火烧钟粹宫，本宫以为必死无疑，想不到小卫子救了本宫。为何？为何皇太后你亲手杀死朕的亲额娘？哀家也是迫于无奈，错手杀人呢。来人，将皇太后软禁寿康宫，小卫子还押宗人府，等候发落。小菜子，传朕口谕：皇太后突然重病，需于寿康宫静养，所有大寿庆典一律取消。这，你们听着，
今日发生的事，不得向外张扬。若有不依者，必遭重罚。奴才遵旨。依兰呢？为何你要这么多事？不是你插手，信太妃就不会在皇太后万寿之时把真相揭露出来。朕就不会知道，朕的亲额娘原来是一个如此歹毒的女人。皇太后一定是为了掩饰罪行，才会胡言污蔑孝淑瑞皇后。皇上不必耿耿于怀。皇太后不是胡言乱语，她所说的是事实。小卫子，你打翻了我的鱼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了！小卫子打翻了鱼。皇上，你当初……皇太后所言非虚，是朕的亲额娘心狠手辣，企图毒害绵夷。是你跟信太妃又把朕这段回忆重新勾起来，是你们不止让朕清清楚楚知道朕的亲额娘的真正面目，还要逼朕将对朕有30年养育之恩、视朕如己出的皇太后判处死罪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皇太后不止养育皇上多年，没皇太后扶持，皇上也做不成大清皇帝。皇太后对皇上的恩泽，足以免其一死。加上皇太后患上消渴症，已经时日无多，难道皇上就不能好好跟皇太后度过最后这段日子？但是皇太后所犯的确是死罪，是死罪呀！皇上是不是已经定了哀家的死期？太后真想朕赐你一死吗？哀家杀了皇上的亲额娘，就算皇上判哀家死罪，也理所当然。这30年来，太后一直是朕最尊敬、最慈爱的额娘。但须知国有国法。没错，国有国法。皇上身为一国之君，是不是也应该一诺千金呢？记得皇上曾经答应过哀家，无论哀家做错何事，皇上都不会治哀家的罪。君无戏言，皇上是否应该信守诺言，免哀家一死啊？太后原来早有预谋，早料到会有今天。倘若哀家不这么做，皇上今日会放哀家一条生路吗？人非草木，朕当然想免去一个对自己有30年养育之恩的人一死，但想不到太后，你竟以朕当儿一句话来要挟朕，朕实在很失望。皇太后，你放心，朕金口玉言，
但你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从此以后，朕要将你软禁，终生不得离开寿康宫。